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老公新招的助理偷我午饭后，我杀疯了。出差半年后回公司，管家送的午饭被连偷7次，直到我看见老公新招的助理又想拿我午饭，我果断一把抢过。可没想到他却破口大骂：哪儿来的小瘪三，信不信我一句话让你卷铺盖走人？见我不说话，他直接动手推了我一把，告诉你，这个公司是我老公开的，拿你东西是抬举你，劝你识相点，再给姐点个下午茶。我快被气笑了，第一次见这么没脸没皮的人，直接给老公顾北江打去电话。顾总的新老婆是连饭都吃不起吗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刚挂了电话，助理就一把拽住我的领口，破口大骂。谁不知道在这公司里，不管是带的特产还是点的外卖，都得先孝敬我一份。你这午饭一看就是家里做的，给我尝尝是给你面子，别给脸不要脸。妈的，我快被气笑了，见过脸皮厚的，没见过厚成钢板的。他说着又想伸手去夺我手里的餐盒，语气越发嚣张。我看你是新来的吧，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就敢跟我叫板。告诉你，顾总可是我老公，这个公司都是我家的，你算哪根葱？敢顶撞我，放手！我声音也冷了下来，真可笑，自己公司里养出这么个蛀虫，连员工的午饭都要搜刮。北江到底是怎么招人的？他反倒被我的平静激怒了，拽着我领口的手更用力，把我往墙上推。放手！我看你是听不懂人话，今天这饭我吃定了，你要是识相。话没说完，我攥住他的胳膊，稍一用力就听见他嗷的一声。你他妈敢动手！他疼得脸都扭曲了。我可是顾总的老婆，你动我一根手指头试试，他能让你在护士待不下去？员工们见状纷纷围了上来，我理所当然的以为他们也被压榨了，是来一起讨伐这个助理。可没想到这群人满脸谄媚。柳助理平时帮我们处理多少工作，吃份午饭怎么了？就是啊，新人不懂规矩就该教教。谁不知道柳助是顾总罩着的，给刘姐孝敬东西，这是公司不成文的规矩。你这人怎么回事？柳助吃你份饭是瞧得起你，这新人不识抬举了。柳如烟见有人撑腰，疼得龇牙咧嘴，也不忘放狠话。听见没有？全公司都知道的事，赶紧给我道歉，再把饭恭恭敬敬端过来，不然就给我滚！我扫了圈这些趋炎附势的脸，心里不禁疑惑：半年不在，北江怎么能让公司风气歪成这样？他以前向来严格，之前一个公司经理因为让员工给他顺带拿了一下外卖，被骂得狗血淋头，直接辞职。看来这个助理是趁着北江不在狐假虎威。我看着柳如烟那张得意的脸，冷笑一声：不给又怎么样？柳如烟听见这话，扬手就朝我脸上扇来，啪的一声脆响，我半边脸火辣辣的麻起来。我反应过来，攥住他挥过来的手腕，把他往墙上一推。他头磕到墙上，疼得惨叫：反了你了，还敢跟我动手！我侧身躲开，抬脚顶住他的膝盖，稍一用力，他就踉跄着跪倒在地。这一下彻底激怒了他。来人，给我好好收拾这个疯子！很快冲过来几个穿黑西装的壮汉。柳如烟指着我吼：就是他，敢顶撞我，给我废了他！保镖伸手就来抓我，我皱眉喝止：住手！你们是顾北江的人，连我都不认识了。两人动作一顿，显然对我有些印象，脸上露出犹豫。我挣开他们的手：我是顾北江的老婆，你们听谁的？
不清楚吗？话音刚落，柳如烟突然笑起来：“老婆，你他妈装什么逼？全公司谁不知道我才是顾总的女人？”她指着那2个保镖，他们是顾总专门派来保护我的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在这儿摆谱？保镖对视一眼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再次伸手朝我抓来。顾总吩咐过，柳助理的安全最重要，妨碍他的人不用客气。后背突然被人猛踹一脚，我踉跄着扑倒在地，餐盒里的饭菜洒了一地。没等我撑起身子，2个保镖已经一左一右按住我的肩膀，膝盖死死顶住我的后背。柳如烟居高临下的啐了口：“还敢冒充顾总老婆？今天就让你知道，在这儿谁说了算！”他扬手就朝我脸上扇来，一巴掌接一巴掌，声响在走廊里回荡，混着周围员工倒吸冷气的声音。我的半边脸很快肿起来，嘴角渗出血丝，血腥味充斥着口腔。叫你嘴硬，他每扇一下就骂一句。现在知道错了没有？我被按得动弹不得，只能死死咬着牙给我打，打到他认怂为止。保镖得了指令，拳头开始落在我背上。你们不许打我妈妈！我猛地偏过头，看见念念被张叔拽着，小身子拼命往前挣。念念，我想让他别过来，可刚一张嘴，血腥味就从喉头涌了上来。他们是坏人，不许欺负妈妈。柳如烟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吓了一跳，眼里的狠戾更甚。哪来的小屁孩，也敢管老娘的事？念念哪里受过这种呵斥，吓得一哆嗦，却还是梗着脖子喊：“你是坏人，偷我家的饭，还打我妈妈，反了天了！”柳如烟被个孩子对得恼羞成怒，抬脚就想踹过去。张叔眼疾手快，把念念护在身后，自己硬生生挨了一下，闷哼着弯腰：“这是顾总的女儿啊，你哪来的胆子？顾总的女儿！”柳如烟像是听见了天大的笑话，伸手就去抓念念。我看是哪来的野种，敢冒充顾总的孩子，给我滚开！念念被他狰狞的样子吓得大哭，却死死抱住我的胳膊不肯松手。你放开我妈妈！你敢打我妈妈，我让爸爸开除你！还敢提顾北江！柳如烟扬手就朝念念脸上挥去，滚开！我猛地掀翻按住我的保镖，他们没料到我还有力气反抗，踉跄着后退2步。我扑过去的瞬间，柳如烟的手已经落在了念念胳膊上，虽然没扇到脸，却把她推得一个趔趄。念念，我一把将女儿搂进怀里，后背的伤口被牵扯的剧痛，可我死死抱着她不肯松手。她吓得浑身发抖，却还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妈妈，你疼不疼？他们是坏人，我要告诉爸爸。”小杂种，还敢咬人！柳如烟被念念刚才挣扎时咬了个印子，气得面目狰狞，抬脚就朝我腿弯踹来。连个小的都这么没教养，看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我抱着念念侧身躲开，膝盖一软，差点跪下。柳如烟，我抬起头，半边脸肿得发麻。如果今天你碰我女儿一下，今天我让你横着出去。他被我这眼神里的狠戾吓了一跳，随即嗤笑道：“吓唬谁呢？一个被摁在地上揍的废物，还敢放狠话？我看你是被打傻了。”说着又要伸手来拽念念，这野种哪来的？赶紧给我滚开！我猛地起身，死死把念念护在怀里，额头青筋暴起。她是顾北江的女儿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动她？柳如烟笑出了声：“北江的女儿，我怎么不知道她有这么个野种？”她往前逼近一步，眼神扫过瑟瑟发抖的念念。既然他妈教不好，那我就替你好好教教他怎么做人。给我把这小杂种拉开，抽他几个耳光，让他知道乱认爹妈
是什么下场？保镖犹豫了一下，终究还是朝着我怀里的念念伸出手。张叔见状，急得直跺脚，冲上来想拦，却被另一个保镖粗暴地摁住肩膀。老实点！老人踉跄着撞到墙上，疼得闷哼一声，却还在嘶吼：“你们不能对孩子动手，顾总饶不了你们。”柳如烟脚踩住我护着念念的手，捻了捻：“在这儿我就是规矩，今天不仅要抽这小的，还要让你看着他怎么哭。”他对着保镖厉喝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动手！”女儿吓得快哭了：“妈妈！”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。吵什么吵？是顾北江。他快步走到柳如烟身边，满脸心疼：“怎么回事？伤着那里没？”柳如烟摇了摇头，满脸委屈：“我只是关心员工，好奇他吃的什么。”可没想到，他说我不配知道。顾北江转头看向我，皱了皱眉：“林青书，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吗？”他开口，声音透着不耐烦：“出差半年，回来第一天就惹事，你是觉得公司太平静，非要给我找点麻烦才甘心？”我抱着念念的手紧了紧，明明是他先偷，够了！他抬手打断我：“我不管是谁的错，现在全公司都在看笑话。你看看你这副样子，像个泼妇一样跟人打架，还把孩子带来添乱。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。”“爸爸，不是的。”念念想辩解，却被他一眼瞪回去：“这里没你说话的份。”顾北江的目光又落回我身上：“我看你就是个麻烦精，以前是，现在还是。我忙着公司的事已经够累了，你就不能安分点？”他指着柳如烟胳膊上的红印：“如烟是我高价请来的人才，你倒好，上来就动手。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担待得起吗？”“顾北江，你能不能搞清楚状况？他偷我午饭，还说念念是野种。”我攥着拳，心里彻底凉了。一个午饭而已，如烟吃你点东西是给你面子。顾北江嗤笑一声：“至于动手，我看是你先撒野吧。林青书，你这种麻烦精，做什么都透着一股子穷酸气，难怪成不了大事。穷酸气！”我笑了。他似乎在高位待久了，忘了自己是谁家资助的贫困生。念念哭得浑身发抖：“爸爸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妈妈？别叫我爸爸！”顾北江厉声打断：“我没有你这种没教养的女儿，赶紧走，别在这儿碍眼。”我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，突然觉得心彻底凉了。我出差后，顾北江说工作忙，把念念送去了我爸妈那里。半年不见，他不仅忘了我，连我们的女儿都能如此绝情。顾北江，你真是好样的！看着顾北江那张写满不耐的脸，突然笑了。行，既然在你眼里我这么碍眼，我抱起念念，我离职。顾北江像是听到什么笑话，挑了挑眉：“离职能解决问题？林青书，你以为这是过家家？不止离职。”我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顿道：“顾北江，我们离婚。”这话一出，周围瞬间安静下来，连柳如烟脸上的得意都僵了一瞬，看向了顾北江，似乎在诧异，原来我真的是顾北江老婆。我本以为顾北江至少会愣一下，哪怕是装出来的犹豫，可他只是皱了皱眉：“离就离，谁稀罕？”他观察到柳如烟的眼神，伸手替她理了理衣领：“以前是，现在不是了。现在我只要你。”说完，他接着看向我：“离职可以，违约金得赔，还有如烟受的惊吓，精神损失费也不能少。”他像是突然想到什么：“正好，你在沪市那套江景别墅就过户到如烟名下吧，抵了这2笔钱，省事。”柳如烟眼睛瞬间亮了，那套别墅的价值她未必清楚，
但光是护士江景4个字就足够让他得意忘形。他立刻搂住顾北江的胳膊，挑衅地看着我，还是北江疼我。我挑了挑眉，和管家吩咐道：张叔，给我爸的助理打个电话，让他把滨江1号那套别墅的房产证送过来，越快越好。张叔愣了一下，随即应道：好。他看顾北江的眼神里多了几分冷意。有些人啊，真是不知道自己吃谁的饭，好日子怕是要到头了。顾北江脸色微变，似乎没料到我真的答应得这么痛快。那套别墅是我婚前财产，市值近亿。他本以为我会心疼反驳，没想到林青书，你少在这儿装大方。他语气发紧，你以为我不知道那别墅是你唯一？我挑了挑眉，是不是唯一？待会儿就知道了。他们等了约莫10分钟，见始终没人来，有些不耐烦了。林青书，你是不是根本没让人送房产证，故意拖时间想报警？柳如烟立刻跟着帮腔，我看他就是拿不出手，说不定那别墅早就被他抵押了，现在在这儿打肿脸充胖子呢。他往前凑了2步，也是，像你这种被老公扫地出门的捞女，我看你连明天的饭钱都未必有。周围的员工又开始窃窃私语，有同情，有鄙夷，更多的是看笑话的幸灾乐祸。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。顾北江掏出手机，既然你不肯赔，那就报警处理，让警察来评评理，看看你这破坏公司秩序、殴打员工的人该受什么罚。我抱着念念站在原地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急什么？该来的总会来，装模作样。柳如烟嗤笑一声，伸手就要来抢我的手机。我看你就是在耍我们，今天非得让你知道。就在这时，10几辆劳斯莱斯整齐地停在了公司门口，下来几个穿着西装的男人，恭敬地开门。看到来人，念念的眼睛亮了起来。外公。张叔看到来人，立刻躬身喊道：老爷！我父亲身后跟着几个西装革履的助理，其中一人手里捧着个装房产证的盒子。外公！念念小跑到我父亲面前，眼泪还挂在脸上，带着委屈喊了一声。我父亲弯腰把他抱起来，看到他红彤彤的眼眶和我脸上的伤，眉头瞬间拧紧，眼神里的心疼几乎要溢出来。念念不怕，外公来了，告诉外公，谁欺负你和妈妈了？他的目光扫过走廊里的狼藉，最后落在顾北江和柳如烟身上。柳如烟虽然不认识我父亲，但看这阵仗也慌了神，强撑着问道：你是谁？来这儿干什么？我父亲没理他，只是看向顾北江，语气平淡：听说你们要房产证。他朝身后的助理抬了抬下巴，助理立刻把皮盒子递到前面。滨江1号的房产证确实在这儿。他掂了掂那本红色的本子，不过年轻人，话别说太满，这房产证是有，就怕你们。他顿了顿，拐杖往地上重重一敲，没那个命拿。柳如烟被这气势吓得后退半步，却还嘴硬：你吓唬谁呢？这是我和北江之间的事，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插嘴？外人？我父亲笑了，我是林青书的父亲，你说我是不是外人？他低头看着怀里的念念，声音放柔了些：念念，告诉外公，刚才是谁说你是野种，还想打你？念念伸出小手指着柳如烟：是他。我父亲把念念递给身后的保姆，看向柳如烟的目光像在看一具尸体。看来有些人是忘了自己吃谁的饭，连林家的人都感动了。顾北江被我父亲的气势压得脸色发白，语气带着几分恼羞成怒。我知道林家
在京市有点家底，但也犯不着摆这么大谱给谁看。他扫了眼门口的劳斯莱斯，嗤笑一声。现在谁不知道护氏商界的半壁江山都姓顾，顾氏集团的市值摆在这儿，我一句话就能让林家在护氏的产业寸步难行，你信不信？柳如烟在一旁连忙附和：就是，北疆现在是护氏的商界帝王，你们林家那点小钱还真不够看的，识相点就赶紧滚，别在这儿碍眼。我父亲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，看着顾北疆的眼神像在看一个傻子，然后摇了摇头：狂妄！谁说我们林家的产业在护氏？林家的主战场在京市。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顾北疆的脸，就算论及护氏，也轮不到顾氏说话。顾北疆脸色瞬间煞白：你胡说！顾氏现在的规模，顾氏能有今天，你真以为是靠你自己？我父亲打断他：亲叔心疼你创业辛苦，求着我把林家在护氏分公司的项目和资金都优先给你，甚至让分公司的老总和高管处处给你铺路。那些你以为是自己谈下来的大项目，那些主动找上门的投资，哪一样不是林家在背后托举？他看着顾北疆，眼神里满是失望。你倒好，拿着林家的资源养女人，还敢反过来威胁林家。我父亲不再看他们，只是对身后的助理吩咐：通知下去，终止林家与顾氏的所有合作，收回所有注资和项目授权。另外，让法务部准备好材料，起诉顾氏非法挪用合作资金。助理立刻应道：是，老爷。顾北疆这次真的懵了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们一家。我父亲的话音刚落，助理已经开始传达指令。没几分钟，顾北疆的手机跟催命似的响了起来。顾氏集团账户因异常交易被临时冻结，请配合调查。城东地标项目合作方终止合作，供应商已撤出。电话突然响起，是财务总监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：顾总，林氏关联银行全在催还贷款，金额太大，账上的钱根本不够还啊。紧接着，法务总监的短信跳出来：收到林氏律师函，指控我们非法挪用资金，法院传票已经寄到公司了。啪一声，顾北疆的手机掉在地上，脸色惨白如纸，腿一软，差点瘫倒。柳如烟还没反应过来，伸手想去扶他，却被顾北疆猛地甩开：滚开！都是你这个扫把星，要不是你惹事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柳如烟踉跄了几步，不可置信地看向顾北疆。周围的员工们见状，风向瞬间变了。一个男员工突然指着柳如烟：顾总，我举报，他根本不是什么人才，报表都看不懂，全是让我们帮他做的。另一个女员工也跟着说，他还扣我们的报销款买奢侈品，我的奶茶被他抢过30多次，他还说不给好处就别想升职。柳如烟的脸涨成猪肝色，张着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刚才那副狐假虎威的样子早变成了缩头乌龟。那2个保镖悄悄松开张叔，溜到墙角，头都不敢抬。我低头擦掉念念脸上的泪痕：爸，这里太脏了，带念念回家吧。青叔，等等！顾北疆突然疯了一样扑过来，被保镖拦住。青叔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知道是林家在帮我，看在念念的份上，让你爸收手吧，公司不能倒啊。他想伸手碰念念，却被女儿躲开。念念把脸埋进我颈窝，只留给他一个后脑勺。我脚步没停，背对着他丢下最后一句话：你的公司本就是林家托起来的，现在
我们只是收回来了离婚协议，马上就会有人送到他手上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顾氏集团的崩塌比想象中更快，核心项目的合作方连夜发函解约，银行的催款电话打到爆，供应商堵在公司门口要账，连最核心的技术团队都集体递了辞职信，公司里乱成一锅粥，核心骨干抱着纸箱往外走，路过顾北江时连眼皮都不抬。一个股东忍不住丢下句：早劝你别太纵容那个柳如烟，你不听，现在自食其果。法院的封条很快贴满了顾氏的办公室，连他名下的跑车和房子都没能幸免。顾北江攥着手机发抖，想打给柳如烟，却只听到您拨打的号码已关机。第5天下午，法院的人就来了。领头的人把一份证据清单放在他面前。顾先生，这是临时提交的部分证据。你在过去8个月内，先后挪用6个项目的资金，共计8700万，用于为柳如烟购置房产、车辆及奢侈品。清单上的每一笔记录都附带着银行流水和消费凭证。甚至包括柳如烟在澳门赌场的大额转账记录。原来柳如烟拿着公司挪用的钱去赌，顾北江一无所知。顾北江突然觉得一阵眩晕，胃里翻江倒海。开庭那天来了很多人，顾北江听着旁听席的议论声，啧，为了个捞女毁了自己，当年还是林家资助他上的大学，真是白眼狼。最终他在被告席上直接昏迷了。另一边，柳如烟的日子更难熬，她身上没了1分钱，手机也被债主抢走抵债。路过奢侈品店时，一个穿着贵气的女人突然拦住她，是之前被她嘲笑过品味的前同事。柳如烟，欠我的5万块什么时候还？那是我借给你买包的。她想绕开，又被几个前同事堵住。你说让我把项目提成分你3成，不然就给我使绊子。现在顾氏集团没了，你把钱吐出来。柳如烟被围在中间，脸涨得通红，嘴里嘟囔着凭什么跟我要，脚下却在悄悄往后挪，直到有人喊了句他想跑，众人一拥而上，推搡中他摔下台阶，高跟鞋都掉了。更为可笑的是，他在老家早就欠了债，不过忘了这些事。那些他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的人，不知怎么找到了护士。那天傍晚，有人在城郊的废弃会所附近看到他，被2个凶神恶煞的女人按在地上，脸上有抓痕，头发凌乱，嘴里反复喊着我真的没钱了。其中一个女人揪着他的头发，没钱，那就让你这张脸尝尝记性，看你还敢不敢赖。他的哭嚎声回荡在空旷的街道上，只可惜这里没有人在意。顾北江找到京市林家庄园时，是第7天的清晨，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旧西装，格外狼狈。保镖拦住他时，他还想保持着生意人的体面。你好，我找林青书，我是他前夫，林小姐吩咐过，不见你。保镖的声音没有丝毫波澜。我有很重要的事，就见5分钟，不，3分钟就行。顾北江的声音开始发颤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，这是我给念念买的糖，他小时候最喜欢的那种。保镖没接，从岗亭里拿出一个文件袋递过来，这是离婚协议。林小姐说，你签了字，他可以让法务部酌情减轻对你的追责。还有这个是法院的传票，关于挪用资金案的。顾北江接过文件袋，手指抖得厉害，信封从手里滑落，里面的水果糖滚出来。他忘了，念念长大之后早就不爱吃糖了，
他抽出离婚协议，看了2眼，突然笑了。他就这么恨我，连一点余地都不留。林小姐说：“是你先不留余地的。”保镖的视线越过他，里面在给林小姐过生日，不想被打扰。顾北江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隐约能看到草坪上的气球，红的、黄的、粉的，还有孩子们的笑声。其中最清脆的那个是念念的声音。我能看看他吗？就远远看一眼，不说话。他蹲下身，想去捡那些滚散的糖。林小姐不想见你。保镖的声音冷了几分，请回吧，不然我就叫保安了。我可是顾总的老婆，你动我一根手指头试试，他能让你在护士待不下去？有祸！顾北江捂住脸，肩膀剧烈的抖动起来。京市的午后，阳光透过林氏集团顶层办公室的落地窗。接手家族业务3个月，桌上的文件永远处理不完。电话突然响起，是秘书小李的声音：“林总，念念幼儿园的老师打来电话。”我指尖一顿，生怕念念出事，接进来：“林女士您好。”电话那头传来老师温和的声音：“念念今天做的手工小房子拿了全班第1，晚上7点有亲子分享会，想邀请您来看看她的作品，您方便吗？”桌上的相框里，念念举着冰淇淋，笑得露出2颗小虎牙。我看着照片，嘴角不自觉地扬起。方便，7点我一定到。挂了电话，我起身走到落地窗前，收拾文件时，目光扫过桌角的一份慈善基金策划案，以念念的名字成立的，专门资助贫困儿童完成学业。签字时，笔尖落下，我想起顾北江，但心里已无波澜。总不能因为一个人连累一群人。6点半准时走出写字楼，司机早已把车停在门口。坐进车里，我拿出手机给念念的儿童手表发语音：“宝贝，妈妈出发了，还给你买了蛋糕呀。”很快收到回复，是小姑娘奶声奶气的声音：“妈妈快点呀，我把小房子摆在最前面等你。”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，思绪飘远。至于顾北江，前几天听法务部提起，他的案子判了5年。或许在某个午后，他会在监狱的报纸上看到林氏的新闻，看到念念的笑脸，但那又与我何干？有些人，有些事，早在转身离开的那一刻，就彻底成了无关紧要的过往。我现在唯一要做的是准时出现在女儿的分享会上，听她骄傲地介绍那座得了第1名的手工小房子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